龙树说，所有答案都是陷阱，不是他给了更好的答案，是他证明了，只要你还在找答案，你就已经掉进去了。上期我们拆了八不中道，龙树用8个不字拆掉了因果、时间、运动的外壳。但今天要讲的东西比八不中道还要狠10倍，它叫4句否定。这是2000年前人类写下的最极端的逻辑操作，极端到今天的数理逻辑学家还在为它吵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爱不爱你的父母？你说当然爱。好，这是第一句。龙树说，你确定吗？你对他们有没有过怨恨？有没有过想逃离的时刻？那我换个说法，你不爱他们。你说那也不对，我当然爱他们，只是有时候很复杂。好，这是第二句。龙树说，也不对。你想了想说，行吧，我又爱又不爱，爱恨交织。这是第三句，亦有亦无。龙树说，还不对，你急了。那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了，它超出了爱和不爱的范畴。这是第4句，非有非无。龙树说，你仍然在回答，只是换了个更精致的壳，4个选项全部否定。你可能觉得这只是抬杠，但你回忆一下刚才的感受。当我问你爱不爱父母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不是瞬间闪过一种复杂的东西？那种东西根本不是语言能装下的。你真实的感受比任何表述都丰富，比任何判断都微妙。而龙树要做的就是让你回到那个语言之前的地方。这就是佛学史上最著名的逻辑武器，4句否定。梵文叫 Catuskoti， 直译就是4个角落。它在中论里反复出现，但最集中最致命的一段在第25品观涅盘品。龙树在那里说了一句几乎挑衅所有哲学家的话，如来灭度之后，你不能说它存在，不能说它不存在，不能说它又存在又不存在，也不能说它既不存在也不存在，4条路全堵死。你是不是觉得他在耍赖？所有选项都否定，那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别急，这恰恰是4句否定最精妙的地方。龙树不是要给你一个答案，他是要让你看见你为什么非要一个答案。我们来一句一句拆。先说第一句，为什么有是错的？一棵树站在你面前，你说它存在，那我问你，它是独立存在的吗？它离得开土壤吗？离得开水分吗？离得开阳光吗？离得开种子里的基因编码吗？离得开你观察它的那双眼睛和那颗大脑吗？上一期我们讲过，八不中道的核心就是缘起，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，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己让自己存在的。你说树存在，其实你说的是一堆条件在此时此刻碰巧凑到了一起，呈现出一个你叫做树的模式。你拿掉任何一个条件，这个模式就变了，甚至消失了。所以有这个字暗含了一个隐藏前提，就是事物有独立的、固定的、不依赖任何条件的自性。而龙树整部中论都在证明一件事，自性不成立。缘起即无自性，无自性即空。既然没有自性，你凭什么说它存在？你说的那个存在只是一堆条件临时搭建的脚手架，你把它当成了一栋真正的建筑。这一点 AI 时代的你应该特别容易理解。你在屏幕上看到一张图片，它存在吗？它是一堆像素，一段代码，一组电信号临时组合出来的。你关掉屏幕，图片就没了。你说它存在，其实你说的是一组条件碰巧呈现了你能辨认的模式。龙树2000年前拆的是同一件事。你以为坚固的世界其实是一帧一帧实时渲染出来的，每一帧都依赖无数个条件同时在线，任何一个条件断了，画面就变了。你管这帧画面叫存在，但它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。好，那无呢？你说树不存在，这就更荒唐了。你面前明明有个东西在光合作用，在长叶子，在结果子，你否定它的现象呈现，那你是在否定什么？你否定的只是你自己的感知经验。
这不是智慧，这是掩耳盗铃。无的问题更深一层，它是有的镜像。你说无，你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有作为参照物，你是先想象了一个存在的东西，然后否定它。你否定的越用力，说明你心里那个有的影子越清晰。就像你越努力不去想白色大象，脑子里的白色大象就越大。这就是为什么虚无主义不是龙树的终点。很多人误读中观，以为龙树在说一切都不存在，什么都是空的，所以什么都不用做了。这是天大的误解。龙树否定有，同样否定无。空不是没有，空是没有你以为的那种有。如果你把空当成了一种虚无，那你只是从一个坑跳进了另一个坑。龙树自己在中论里明确警告过，大意是说，空性是用来放下一切执着的。如果你反过来执着于空性本身，那就无药可救了。然后是第三句，亦有亦无，这是人类理性的经典安慰剂。你说，好吧，那它在某种程度上存在，在某种程度上不存在，这种行了吧？听起来很辩证，很两面看问题。很多哲学体系到这一步就停下来了。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停在这里，正题、反题、合题。现代物理学也经常停在这里，光既是粒子又是波。你甚至可以说，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判断也停在这里。你问一个人婚姻幸不幸福，他大概率会说有好有坏吧。你问一个创业者公司做得怎么样，他也会说有成绩也有困难。这种回答听起来最理性最中庸，其实他只是把两个对立面叠放在一起，假装自己站在中间。但龙树不买账，为什么？因为亦有亦无这个说法表面上很圆融，其实他偷偷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把有和无都当成了真实的可以被叠加的属性。你说一个东西又存在又不存在，那你心里一定认为存在是一种真实的状态，不存在也是一种真实的状态，所以它可以同时具备两种状态。你以为你超越了二元对立，其实你只是把二元对立打了个包。但龙树在第一句和第二句里已经证明了，有和无本身就不成立，两个不成立的东西加在一起还是不成立。你不能把两张空白支票叠在一起就说自己有钱了。最后是第四句，非有非无，这是最容易让人上当的一句，也是最让修行人栽跟头的一句。你说，那我什么都不说了，我既不说它存在，也不说它不存在，我悬置判断，保持沉默，这种可以了吧？听起来特别有禅意，对吧？龙树说，不行，因为非有非无仍然是一个立场。你说我不选择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选择。你说我不下定义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定义。你说我超越了有和无，这个超越本身就是又一个概念，它依然在概念的游戏场里。你用沉默来回应，沉默就变成了你的第五种答案。这就是四句否定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。它不是否定四个答案，它是否定答案这件事本身。它要拆掉的不是你的某一个观点，而是你持有观点的那个机制。我打一个你可能一下就懂的比方，你有没有失眠的经历？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先告诉自己我要睡着，没用，然后告诉自己我不要想着要睡着，更没用。然后你想，我既要放松又不要太刻意放松，脑子更乱了。最后你想，算了，我什么都不想了。结果这个什么都不想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念头，在你脑袋里嗡嗡响，四句全卡死。那什么时候你真的睡着了？是你突然发现你已经不在这四个选项里面了。不是你选择了退出，而是你不知不觉就退出了。你一旦知道自己退出了，你就又进去了。龙树的四句否定指向的就是这个。实相不是四个选项中的任何一个，也不是第五个超越以上四个的选项。实相是你不再需要选项的时候自然呈现的东西。你可能会问，那这和现代逻辑学有没有关系？关系太大了。在经典的亚里士多德逻辑里，一个命题要么为真，要么为假，不存在第三种可能，这叫排中律。2000多年来，
整个西方逻辑学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龙树的四句否定直接挑战了这条规则。一个东西可以既不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，逻辑的地基被撬开了。20世纪有一个澳大利亚逻辑学家叫格雷厄姆·普利斯特，他提出了一种叫次协调逻辑的东西。在经典逻辑里，如果一个系统出现了矛盾，整个系统就会崩溃，什么都能被推导出来，这叫爆炸原理。但在次协调逻辑里，矛盾不会导致爆炸，一个命题可以同时为真和为假，而系统照样能运转。普利斯特专门写了一篇著名论文，标题就叫四句的逻辑，直接用现代非经典逻辑为龙树的推理建模。一个2000年前的印度僧人启发了21世纪的数理逻辑前沿，这不是东方神秘主义，这是硬核的逻辑创新。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连接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证明了，任何足够复杂的形式系统都存在系统内部无法证明其真假的命题。换句话说，逻辑不可能用自己的规则完全描述自己，你用逻辑去框定世界，永远有一个你框不住的角落。而龙树2000年前说的话，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，任何概念框架都不可能完全捕捉实相，不管你的框架有多精密，实相总是会从概念的缝隙里漏出去。哥德尔用数学证明了这件事，龙树用四句否定体验了这件事。两个人隔着2000年，一个从数学出发，一个从冥想出发，最后撞到了同一面墙上。那面墙就是思想永远无法完全包围思想之外的东西。你用网去捞水，不管网有多密，水永远从网眼里流走。但请注意，龙树不是反逻辑主义者，这一点太重要了。他不是说逻辑没用，他自己写中论用的全是严密的逻辑推理，每一个论证环环相扣。他是用逻辑来证明逻辑的边界，他用概念来指出概念的局限。这就像一把火，把能烧的东西全烧完了，最后把自己也烧掉了。这把火不是破坏，它是清场，清掉所有遮挡之后，你才能看见火焰背后一直在的那个东西。你知道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最后说了什么吗？他说，凡是不可言说的，我们必须沉默。龙树比他早了1700年，而且龙树走得更远。维特根斯坦说到沉默就停了，龙树连沉默都不让你停。因为一旦你把沉默当成一种立场，当成一种高级的姿态，你就已经在第四句里面了。那有人会说，你把所有路都堵死了，那还有路吗？修行还有什么意义？有路的，但那条路不在概念里面。四句否定的作用不是让你绝望，而是让你的思维走投无路之后，在那个没有出路的地方，你突然发现围墙本身就是幻觉，不是你需要找一个出口，而是你以为自己被困住了，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幻觉。困住你的从来不是现实，是你关于现实的判断。就像你不是被房间困住的，你是被你以为只有一扇门困住的。当你不再寻找门的时候，你才注意到这个房间其实没有墙。上一期讲八部中道的时候我说过，空不是一个东西，空是一个清除。四句否定就是清除的极致操作，它把你所有的概念拐杖全部抽掉，不是为了让你摔倒，而是让你发现你其实一直都站着。拐杖不是支撑你的，拐杖是让你以为你需要支撑的。佛学管这个叫言语道断，心行触灭。语言的路断了，心念的运行也停了，不是你主动停的，是路走完了，自然就停了。而就在那个停的瞬间，你所要找的东西其实一直就在那里，它不需要被找到，因为它从来没有丢失过。我经常看到评论区有朋友问，你说不要执着，但不执着本身不也是一种执着吗？这就是四句否定在日常生活里的版本。答案是对的，你刻意去不执着，那确实是一种更精致的执着。但当你真正看透了执着和不执着都是概念游戏的时候，你既不需要执着，也不需要不执着，你只是活着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这种状态没有名字，
一旦你给它起个名字叫开悟，它就变成了第一句里的有。这就是四句否定最后指向的地方，不是虚无，不是高深莫测，而是一种极其平常的自由。就像你不再失眠的那个早晨，你根本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睡着的，你只知道你不再试图睡着了。龙树的中论我们用2期拆完了，上期讲八不中道，这一期讲四句否定，一个拆外壳，一个拆内核。如果说八不中道是拆掉了事物的固有属性，那四句否定连拆这个动作本身的合法性都质疑了。他不只是一个哲学家，他是逻辑的终极黑客，用系统自己的语言攻破了系统自身的防线。你觉得四句否定是逻辑的终点，还是逻辑自我觉醒的起点？在你的生活里，有没有过那种什么答案都不是答案的时刻，而你突然在无解中反而松了一口气？我是汪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